其实我们很想每年想回家嘛，因为人老了以后，谁不想自己家？对，我就想天葬嘛，想留在西藏，让自己永远留在西藏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我在尼泊尔认识了一位美籍藏族人，目前旅居尼泊尔，从事古玩行业。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和英语，我十分好奇他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生活经历。Are you Tibetan? Actually, I'm originally from Tibet, but I'm living in US. Oh, New York. So I just coming to here visiting some part of business. So you are just beginning to do this business? Yeah. Where are you from? Your hometown? 昌都。Yeah. 中文也会。在美国多长时间呢？现在我去了美国已经20多年，我每年都是基本上每年来这边住几个月。那你最近回过中国吗？对，我回过一次2014去西藏那个拉萨去过。因为我家里人都是基本上在以前搬过去拉萨那边。那回去之后感觉怎么样？习惯吗？第一天到的时候有点就是不舒服，高原反应。对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离开很久嘛。第2天、第4天那就好了很多。那慢慢就习惯了。然后就是回来的时候不想回来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每年想回家，但是呢，办签证也有点好不容易，所以那回去之后感觉就是看上西藏跟以前是不是不一样了？这个也不一样。现在就是交通啊，吃的各方面都比我以前好。对，以前，那你离开的时候应该也是10几20年之前了啊。对，20年之前。那个时候西藏应该还是很不方便啊。现在改的差不多美国一样。对，拉萨现在就是很方便了，吃喝玩乐，然后交通都很好了。你之前回中国去也是用美国护照去中国大使馆申请签证才能回去的。你要从美国大使馆，你也可以写一个像报告一样，写你的故事，然后总让部去你的那个村哪里读，然后去他们调查一下你。调查以后你是真的那边人，那就然后你要去。我给你看啊。好的。对，没有看到过中国的签证是啥样啊？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证。对，然后就这样走。可以从拉萨或樟木口岸入境。签发地点纽约。其实我们很想每年想回家嘛，因为人老了以后，谁不想自己家？对。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也身体好不容易嘛。以后还想回去再待长一些时间。是的，6个月或者是1年。回来的时候就是想天葬嘛。想留在西藏，让自己永远留在西藏。就是这样。随着聊天的深入，我发现他的汉语说得非常好。我很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工作生活经历，能让一个生活在美国的藏族人说上一口如此流利的汉语。你在美国都做什么工作呢？平时我以前刚到美国的时候也是做了餐馆嘛，然后最近就是有的时候有生意的时候做生意，没有生意的时候也是开出租车。开 Uber 吗？对。现在我听说开 Uber 还挺挣钱的，是吗？是的。还有最主要是去年病毒的时候，很多司机不开车嘛，我们就是不怕这个病毒嘛，因为我们也有每天拜佛嘛，所以这个时候机会比较多。一天大概能挣多少钱？如果你一天开12个小时的话，基本上600-700可以赚到美金，挺不错，但是还是挺辛苦的。对，开10多个小时。那你以前是中餐厅工作的多吗？我看你中文说的挺好。在中餐也做过6年吧。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是平时跟中国人打交道很多啊，所以中文说的非常不错。也是马马虎虎，也不是很标准，挺好的，自己学的，很好的。就上班的时候都是各方面都说汉语嘛，所以学的比较快。对，确实。大哥说，去年在美国做生意亏了很多钱，为了早日赚够钱退休，为了早日回到拉萨过自在的生活，虽然已经人到中年了，但依旧需要加倍的努力。今天呢，我又跟这个藏族的大哥又来见个面啊，因为他手里有一些比较老的一些，像这个我最近蛮喜欢的这个9宫八卦啊，然后他也收了几块过来给我看一下啊。大哥最近都是一直在尼泊尔做这个生意是吗？是的。从哪里收的这些是？这个基本上从不丹还有那个也是尼泊尔跟中国的边境，一个叫那个宗，也是那边寄过来。就是那边也是藏族生活的地方是吧？是的。
其实大哥，你之前回了一次国是吧？是的。感觉怎么样？就是说中国跟美国有什么对比？感觉很好，因为呢，在中国的话，最起码有自己家人嘛，对，家乡嘛，还有亲戚朋友，还有自己出生的地方，对，比较舒服一点。中国跟美国，你最大的感觉就是有什么不同的地方？你觉得？那美国就是也是一个机会的国家嘛，如果你能干的话，你不要做生意，也最起码一天可以挣到人民币最起码800、900嘛。那如果做生意的话，那另外一个更多了，对，很好赚钱的，很好赚钱，对。那你以后呢？就是想，如果说老了之后有什么计划吗？哎呀，老的时候就是只能回家吧，回老家，自己老家吧。最起码我们西藏人也是天天拜佛人嘛。那就是说美国好是好，但是没有拜佛的地方。也就是说，想要有一个落叶归根的一个地方啊，回到自己的家乡熟悉的地方来，会更好一点。对，其实人都是这样想的。对啊，就像我们一样哈，我们也是从自己的家乡出来，对吧？现在有可能也是在国外，也是一份工作嘛，对吧？我拍视频也好，做自媒体也是一份工作。如果说等我老了，我肯定也是想回到自己的家去。是的。汉语不是有个成语还叫落叶归根嘛？对，叶子树叶它也是一样嘛。对，老了它就掉到地上了。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希望以后能够更轻松、更容易一点，能够多回去看看，对吧？是的。就其实谁不想你自己家，你知道吗？每个人想搬回家。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在美国，因为就是说我们也有的时候拿不到签证，或者是想回家过年啊，然后去大洲市啊，去布达拉宫啊，对，去看看。对，然后西藏也有很多吃的嘛。对，现在去拉萨也很多餐馆呀，什么口味都有的。现在吃的也方便，都是交通比较方便嘛。来，大哥，我们喝一点吧。对，好，认识你们对，认识朋友嘛，就是很高兴。那今天喝一点点，对，国内的酒，菊花白。OK， 那干杯！干杯 ，Cheers！一口都喝完了。对啊，因为我们西藏人是一个酒鬼，哇，没问题。好酒量，对，一下就喝了。这个是30多度的，30多度的，还是有点度数啊。会不会喝醉了？你喝一杯应该就差不多了。这个酒它是喝的对身体比较好的，就是有那种就是药用的一个功效。像藏族不是有那个藏药嘛？是的。对，然后这个它里面就有一些像中药啊，还有菊花呀之类的，所以喝的比较好。平时你们在美国的时候会吃这些炒菜吗？有，也吃得惯。在美国也有很多四川菜啊，也是都是辣的，也有吃，就是说那个牛肉拉面啊，还有那个茴香肉啊，回锅肉，对，点了，青椒牛肉都吃得惯的。对，反正在中国有什么，在美国也差不多，吃的差不多，都是从中国来的人做的。对，所以我们就基本上是就是中餐比较多。对，比较多。我还怕你吃不惯。现在够了。行，那我们吃吧，对，吃吧。家是我们每个人心里最柔软、最依恋的地方。人生可以有很多次的出发，而唯独只有回到了这里，才能叫做回家。小时候，家很小，世界很大；长大后，世界很近，家却很远。愿每一位漂泊的游子都能在想回家的时刻立即出发。